本来这种事情双方讲一讲就没有，这块土地争执，它没有多大，非常小一块地。你知道这块土地冲突从什么时候开始？1903年开始，柬埔寨国家还没独立之前，这个殖民政府法国就有了，双方没打过大仗。双方都是零星冲突，你死个3个，他死个5个，所以就一直在这样。那现在呢，这个事情又破局了。其实我认为它还是会慢慢还会停下来的，因为它的利益不大，象征性的利益比较大。它不是那边有石油，那边有什么钻石，有什么矿，那边小块地，它就是一个庙，叫博威下庙，是一个古迹而已。对，就是如此而已啊，有什么好争的？死那么多人没有用嘛。可是唯一感觉最没有面子的，应该就是川普先生。没有想到平静了一阵子之后，泰检竟然爆发了10年来最大的战火失控爆发。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包括了 F-16都被出动了，怒炸柬国的军方。泰国也怒呛说要打到你柬国没有能力反击为止，完全不给川普任何的面子。东亚现在被解读是不是成为的中美之间的火线代理战场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就是在这一天哦，12月7号这一天，我们来看到泰检开战，爆发10年最大冲突。7号的凌晨是一路烧到了8号的凌晨。先来看到双方出动了什么样子的武器。首先呢，泰国的军方指控柬埔寨使用的是无人机投弹，并且呢，以卡车载着 BN-21火箭，不断的向平民居住的地区来做发射。12月8号，我们来看到泰国空军则是立刻出动了他的 F-16战机来打击两国边境的这个柬埔寨的一个阵地，双方剑拔弩张，目前是知道已经造成了5死哦，他们这个伤亡人数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那我们来看到双方的一些高层是怎么样回应的。首先是泰国总理，他说介于柬埔寨对于泰国采取的军事行动，泰国是不会进行任何的谈判的，这立场踩得非常的硬。再来看到洪森，则是说红线已经划定了，他们将会展开的是报复侵略，并且他说呢，已经跟红马略开始做讨论，共同指挥应对来做侵略。双方已经剑拔弩张要开战了。好不容易泰检10月底才签下的和平协议，现在12月过了2个月的时间而已，火炮、战机直接开打，战线可不可能全面失控？怎么回事？大使怎么看？这个当然就变成就是说双方的这个驻地的部队啊，有的时候作为啊，他比如说这个地方他没有布雷，他突然布了雷，就把对方炸死了几个，那对方他就报复了嘛。因为这块土地目前就是说，有一个双方的一个缓冲地带，可是双方都认为那个缓冲地带应该是我的，所以呢，就变成有的时候你去这个好，你去巡逻，会发觉过去大家没有搞一些暗桩，那现在突然有了，然后他踩地雷被炸死了。对，其实这件事情，这个最近2005年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些事情发生的，然后一些零星的冲突以后越闹越大，对，然后呢，这个当然这种情况现在看起来也跟各国的国内的情势是有关的。哎，你知道这个当时的话，泰国的前首相塔克辛跟这个洪森两个交情非常好，所以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前线两军的冲突，双方的驻军冲突以后，那你记不记得佩通坦打了一通电话去给洪森说，洪森北北，这一叫以后，洪森最后说我不想让我把这个整个推翻以后。那个佩通坦塔克辛女儿就下台啦，塔克辛还被关起来啊，所以你说现在发生事情，泰国的阿努廷他敢弱吗？他不敢弱。本来这种事情双方讲一讲就没有，这块土地争执，它没有多大，非常小一块地。你知道这块土地冲突从什么时候开始？1903年开始。100年。哎，这柬埔寨国家还没独立之前，跟这个他的前面的这个殖民政府法国就有了。1953年柬埔寨在成立啊，那么双方在当时其实关系还蛮好，用国际法庭来解决领土纠纷。只是说当时1962年国际法庭把它判给了这个谁？判给了柬埔寨，泰国不服的话就不承认，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拖到现在，双方没打过大仗。
双方都是零星冲突，你死个3个，他死个5个，所以就一直在这样。那现在呢，这个事情又破局了。其实我认为它还是会慢慢还会停下来的，因为它的利益不大，象征性的利益比较大。它不是那边有石油，那边有什么钻石，有什么矿，那边小块地，它就是一个庙，叫博威下庙，是一个古迹而已。对，就是如此而已啊，有什么好争的？死那么多人没有用嘛。可是唯一感觉最没有面子的，应该就是川普先生。川普先生为这件事情，他还要去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见川普做事不牢靠。你搞的和平协议根本就是怎么样？就是临时为了要你得一个奖，就搞了这样。那事实上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嘛？你就是什么啊？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急着怎么样宣告自己的这个调和的绩效。那这个问题还会继续下去，我觉得也不会闹大。好，100年的问题持续到现在，持续的引爆，那么在现在是正式的持续爆发。那包括在这背后牵扯到中美之间的角力，我们等一下也会持续的来看。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柬埔寨明明就知道自己的军力明明就是不如泰国，为什么还是愿意继续的打下去？而且呢，为什么到底呢完全的要跟泰国做拼命呢？来看到在海陆空上面，到底双方悬殊有多大？首先在空军，泰国等于就是说压倒性的一个优势了，因为它的战机数量112架，还包含了来自于瑞典的施救跟这个 F-16。那么空军的人数4.6万人，柬埔寨竟然是没有任何的战机，双方战机比112比0啊。那陆军同样是重装碾压的，这是在泰国36万的兵力跟7.6万的兵力做相比，而且他们的战车数量我们可以看到都是达到2倍的，海军层级更是完全不一样。泰国的海军7万人，它还有航母。看到柬埔寨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航母的，泰国还有作战的舰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包括了国防预算泰国明显的是高于柬埔寨。为什么柬埔寨拼了命还是要跟泰国打到底呢？这2个国家不能够放在同一个天平上面去衡量啦。那柬埔寨是历史上的弱国，这本来就是这样。但是柬埔寨的赤棉非常有名。从1975年的赤棉接掌政权之后，残杀了不止200万柬埔寨人，那是一个历史上的悲剧。那可是呢，柬埔寨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它从来没有一天是现代化过。就算是你今天看到的西港，也就是西哈努克港纪念他们的那个亲王而命名的这个港，也都是中资在帮他们建立的。所以金边政权长期以来超过60年的贪腐，所以他们的军力本来应该要放在国防上面的钱，都就是被人为就是人谋不臧给稀释掉了。所以你说不管现在是洪森或洪马内，他们今天当了长期的国家领导人，他们从来没有在民生议题上，更不要讲国防了啦，空军连1架飞机都没有，这样也可以，鬼混了50年，没有1架飞机，没有1架作战飞机，你这样也可以？这样还算国家吗？我都不太晓得。他的空军只有直升机而已。那海军更弱，海军弱到说泰国还有航空母舰了，你有什么？我只有巡逻舰。其实泰国的航空母舰早就已经报废了，都不能用了，上面的战斗机早就已经送进焚化炉了。大家知道吗？泰国没有航空母舰的啦，那是假的啦，摆的好看的。但是就算这样子，我也强过你柬埔寨很多倍。所以其实这2个不是拿来可以相比的。泰国那个空军还有个亮点，它竟然有什么？它竟然有 Gripen， 就是 JAS-39，瑞典的施救战斗机，是公认第4代甚至4代半跟我们的 F-16是同样优秀的一种战斗机。泰国竟然有了，所以为什么？所以他们还知道要与时俱进的进步。那柬埔寨在洪森跟洪马内他们父子俩的统治之下，你现在在边界上面为了这个一小块，刚才大师讲的其实那是很小的狭长地带，为这种事情又这边死了6个，那边又死了1个，又伤了8个。其实今天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意义在什么？意义在我们今天泰国不能够示弱。为什么？如果示弱会危及泰国现在的内阁的政权的地位跟巩固，所以他必须要表现出强硬的态势，还出动了 F-16，
你出动 F-16，我说句实在话，你可能还找不到目标来炸，因为为什么？因为柬埔寨的军队可能都躲在丛林里面，那个不是出动 F-16的，那要出动这个丛林特战部队，你才能够去找到柬埔寨的有实力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所以我是认为这两个国家的边境冲突不会太久，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两个完全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国家。那泰国你也帮忙好不好？得饶人处你就饶了他吧。对，不过这场战打下去也会被人家解读说，你川普不是早就已经帮这两国签好了和平协定了吗？和平协议了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持续的打起来？泰国也太不给川普面子了吧？那另外一方面，泰国背后有美国支持，柬埔寨背后有中国大陆的支持，有人视为是中美之间在东南亚的另外一场代理战吗？尚志哥怎么看？我认为这个说法太粗糙了啦。大家知道泰皇不是前阵才刚刚是中泰建交50年第一次访问哈，那是非常非常大规模的部分的接待，而且这里头也有跟泰国很多的中泰之间的包括经济啊各方面的签约的一些进展。那当然大家都觉得没有错，以前过去柬埔寨的时候，洪森当然是跟北京是完全是绝对的麻吉。可大家特别知道啊，因为现在这个柬埔寨的部分的总理，也就是现在洪森的大儿子，就是洪马奈或洪马内，他已经正式接班了哈。那但他正式接班之后，要记得大家觉得柬埔寨还是要仔细观察，因为跟中国大陆之间，现在中国也是比较谨慎的来对待这个接班人。因为要知道这个洪马奈呢，他就是小青年的时候就送到美国，他是念西点军校的，他在念纽约大学，然后到英国拿到博士。也就是说，他作为小孩子、青少年开始，他整个就是受到整个都是以美国为主的美英的西方教育，所以他在很多的价值上是跟美国很倾向的。现在虽然洪森在没有错，可是当时就引起一个巨大的部分，就是他当时就任这个总理的时候，他竟然邀请了真的美国驻柬埔寨的大使坐在正中央，而中国的大使竟然坐在旁边呢。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虽然不是说这甘冒大不讳，你就可以理解到现在洪森的儿子的状况是多么倾向美国。所以这个在使得跟中柬之间的关系，你不能认为中国就傻傻的，你老爸跟我很好，我就都认你。在这些小地方的态度上，其实中国现在变得比较谨慎。也就是说，现在泰柬的这一次的部分的刚刚发生这个战争，在边境上也不要小看，不是偏僻的地方，40万人已经开始跑了。两边的部分，40万人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家花莲县就是40万人，全花莲人能跑了，这是什么概念？也是很多的啊。所以这里头的影响性还是在于，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时间里面，无论在美国的国务院或者包括中国的外交部都没有立刻的，比如说劝和或等等，大家都还在观察这一次的部分的再起争端的摩擦性，是不是刚刚竹荣前面两位讲的，很快其实就是一个小摩擦，或者说它后面会继续扩大成一个政治上的部分的冲突。但无论如何，泰检其实没有撕破脸。但是就洪森先前跟塔信家族的部分的这个已经怎么讲呢？已经真的是撕破脸了，有心结，如果没有心结，总也有疙瘩。泰检的冲突是不是洪森真的赢了呢？因为他曾经预言说这个贝东塔会遭到下台。被裁罚，结果真的预言成真了。到底为什么他这么了解泰国境内的政治制度呢？塔克辛王朝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一直被陷入在毁灭的魔咒里面呢？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这是来自于泰国宪法法院的最新裁定哦。其实呢，贝东塔才担任总理职位1年而已，就已经被停职了。理由是因为他在处理泰检冲突上面是违反道德标准的，因此呢，要把它给解职。而且我们现在看到他的这个民调支持度其实也非常的低，现在最新看到竟然只有9.2%而已。比较奇特的事情是，这个前总理，这是来自于柬埔寨的前总理洪森呐，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泰检冲突爆发的时候，他就说过贝东塔之后会被解职，而且是3个月之内，结果就立刻的发生了。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神预言呢？请教将军怎么看？是他的政治预判，还是他有一些特殊的情报掌握？可以说泰检的角力这一回洪森赢了吗？我这样讲啊，真的结局最后还是证明洪森赢了。虽然说是贝东塔有努力过啊，这次来讲的话很明显，那双方因为边界的问题最后闹成这个疆界军事上的冲突，然后那时候因为这个军事上的一些擦枪走火，
贝东塔就打电话给洪森哈，那称呼他叫叔叔哈。那事实上他们以前也真的都是这样叫，因为他们两个这个父子辈就是洪森跟这个贝东塔的爸爸塔克辛来讲的话，他们以前这个是等于说是同一辈的这种政治人物了，分别在泰国跟柬埔寨担任总理，所以贝东塔可能小时候就习惯叫他叫叔叔，所以他叫他。但是你忘了你现在的身份是泰国的总理哈，那你一个总理去称呼别人，等于说把自己泰国的地位做低了。当然后续来讲，我们就看到泰国为了这件事情，后来发生了柬泰。双方就真的发生战争，甚至于动用到飞机互相的轰炸打击哈。那还好，经过这个调和之后，那双方又恢复平静。但是本来我那时候以为说是贝东塔哈，这个用这个军事上的打一个胜仗来挽回军方对他的支持，但是没想到他还是被弹劾。那我们要了解啊，其实我觉得洪森会做这个动作有他的道理在，因为泰国政局本来就不是很稳定。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泰国有分红衫军跟黄衫军哈，红衫军是支持塔克辛家族的这个，他们大部分都是农民为主，因为塔克辛当总理的时候，对这些农民都非常的照顾哈，那他也等于说是类似改革派哦这种概念，他甚至于不是保皇派，但是这种就很容易你照顾乡下，反而城市来讲就没有照顾到，所以城市跟军方是属于比较保守观念的，也可以说是保皇派哈。所以军方跟城市这股势力来讲的话，就跟民间农民的这些势力形成对立的一种状况。可是我们要知道，农民就是多数嘛，所以每次投票，这个塔克辛他们这个维泰党大概都还是多数票能够当选，所以他还是有机会这个当总理。但是他一当总理之后，因为军权不在他手上，就很容易被军方政变给你搞掉。所以塔克辛第一个被搞掉，他被搞掉以后换他妹妹，他妹妹赢拉也被搞掉。那现在来讲的话，贝东丹也是平常讲，如果用这种概念来看，他就是因为讲话得罪了军方，对，所以我们那个将军对不对？好，叔叔你不要介意，我们的军方在那边耍帅，那个指挥官在那边耍帅，他因为这句话得罪了军方，那是不是他们三个人最后都是因为得罪了军方哈，被被等于说有点半政变的方式下台了哈。当然我们看到泰国的政局来讲哈，在这方面一直不是很稳定，所以我觉得洪森他并不是神预言，我觉得他只是很了解泰国的这种政局的或者他们政情的这种态势，所以他才会做这种动作。那最后我们证明他还是赢了，把贝东丹弄下台了。好，洪森还是有料到，就是说泰国其实长期以来都是被这个军方掌控啦。那等一下请杨老师来带我们看，就是说3代塔克辛家族是不是永远都还是没办法这个打破这样子的魔咒？那塔克辛家族还能东山再起吗？因为刚刚将军有帮我们提到这个3代的总理真的是无一幸免。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稍微回顾一下，当时2006年的时候是塔克辛嘛，当时他出访纽约，回头就被保皇派军事政变赶下台。再来就是塔克辛的妹妹银拉，2013年他推这个特赦法，想要让他自己的哥哥回国，结果竟然爆发示威。2014年他被法院解职，一直到最新消息，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贝东塔在处理泰检问题上面，同样都是跟军方有关系的，能不能东山再起，打破塔克辛家族魔咒？杨老师怎么看？他家族已经有4个人做首相了，你还要怎么样？第5个人吗？他自己本身，他的妹妹、他的妹夫、他的女儿，一个一个其实都基本上是被斗下来的，因为他商人的性格，商人从政不改商人利益勾结，政商勾结的这个作风。那可是呢，他在曼谷以外的这些农民做改革、做就是推动的一些政策，颇受支持。所以他选举的时候，他党总是不管叫什么名称啊，总是可以得到一定的这个席次。那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斗不过泰国的政治精英集团，同时更斗不过泰皇最支持以及最支持泰皇的泰国军方。那泰国军方其实才是真正的泰国政治的掌控者，结合了泰皇以及曼谷的这个政治精英。那所以呢，你就看到泰国过去这段时间的这种政治变化，大概就是这样子几个集团之间，尤其是跟洪森家族的这种对抗。因为一旦选举，他的票数就总会回来，那他可以去影响一些其他的小党，就可以组成联合政府。所以为什么他连续就是4个家族4个人，而
而且都是他最亲的人，基本上都是他的代理人，也就是他自己了，连续在做这个总理的这个位置影响，那当然也就被不断的这个针对。宪法法庭，蒋介石时代化宪法法庭也是受军方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当然判像贝东丹这样一句话，当然这个是犯大忌是没错，但你说违宪，这就是有争议，见仁见智了，所以你说他再回来的可能性，我觉得他要找代理人了，不要自己家族人出来了，自己家族人出来的话，我觉得那个家族的个性以及洪森想要去所有的掌控一切我觉得其实还是会面临到同样的灾难。那如果真的有好的代理人，甚至专业的经理人，在泰国继续他这样子商人从政的这种政治的话，应该会有这个可能的发展。不过，我觉得短期内他这个家族是应该回到重掌泰国政治，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的。今天我们要来关心这一场泰检冲突哦。这个洪森呢，被视为是白眼狼吗？今天来看哦，他靠着红旗12，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红旗12救了他一命，但是现在被视为是川普的哈巴狗吗？等一下一起关心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一场泰检冲突，我们要来看到最新消息哦，震撼全球的消息就是近日，其实呢，柬埔寨的洪森父子差一点就命丧在泰国空军的斩首战里面了。这个是来自于柬埔寨媒体自己的披露，当时泰国是出动他的 F-16战机，搭配美国跟韩国，包括美制的攻击机 AT-6TH 的攻击机，还有韩国的GPS 制的导引炸弹，突然间做了一个低空的袭击，但是最后这个是直指着洪森父子的但是最后是被中国大陆的红旗12出动之后，硬生生把这个泰军给吓退了，保住了洪森父子的性命。大家就在关注了，哇，那这款红旗12到底有多大的战力，可以因此保住洪森父子的性命呢？我们来看它在射程、射高跟它的速度方面，首先来看到射程达到最高42公里那如果是红旗12A 的话，甚至可以达到50公里，能够有效的拦截这种低空的图防战机做的攻击，射高最高达到了25000米。当然了，刚刚讲的这一款来自于泰国的攻击机就可以把它给拦截下来了。再来就是它的速度了，最高接近了4马赫，这边也提到了20G 的过载，足以应对这种高速的战机跟制导的炸弹。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洪森父子这一回真的是靠着来自大陆的红旗12保住了性命，逃过泰国的斩首吗？他真的有什么样的战力这么神，可以让泰国战机还回头了？将军怎么看？首先我要说明一下，红旗12在解放军来讲已经算是旧款的飞弹其实它如果说是要跟先进的这种地对空导弹来比的话，它其实战力不是很强，因为解放军以这款的这种距离射程以及作战任务来讲，已经有新款的红旗22就12再加10嘛，变成红旗22。那但是这款虽然说旧款，但是它打这个 AT-6型的对地攻击教练攻击机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就跟拿电蚊拍打蚊子一样啪一下就打下来了。所以当然这个洪森来讲的话，他可以借着这个武器来保命如果说我先介绍一下泰国 AT 如果说是在美军的编号里面，它叫做战斗教练机对地攻击机 ，A 是攻击的意思，是对地面攻击那跟 F 是空战的这种战斗机是不一样，它是对地攻击。那为什么可以对地攻击呢？就是因为它速度不快，所以它可以对地攻击像我们知道这个美军还有一款对地攻击机叫做 A10油猪，那种是对地攻击，它就速度不快，它打地面刚刚好。那 T 是教练机的意思 ，AT 就是以前我们这个我们国军也有一个 AT3拿自强号当做教练机来当过攻击机来使用。但是你知道，这红旗导弹来讲的话，大概防空导弹可以区分为这个3种类型这个第一种叫做区域防空的导弹，如果说我们将它归类来讲的话，以解放军来讲，你可以当做红旗9就算是区域防空，因为它射程可以到这个200公里以上，整个200公里的半径都是在它这个防护的范围那更先进的，我们看到后续来讲
有红旗19，红旗19就比照萨德系统，那红旗29，那就更远了，那就可以打到外太空去了，是作为拦截外太空这个导弹的这种拦截导弹哈。那我们回到我们现在讲的，如果说是这叫区域防空的导弹啊，那这个红旗12大概称之为什么？就是要域防空。我们顾名思义就是重要地方的防空，因为你大概不好移动，就是它射程大概就7到42公里，就重要地区，譬如说就我们作战来讲，可能是你的预备队或者是你的指挥所哈。那我相信洪森将这个摆在他的总统府或者他的这种首都的附近来作为首都的防卫之用。那另外第3种比较机动性的。就叫做我们叫野战防空导弹。我举一个最简单，大家都知道，刺针飞弹就叫野战防空，它是跟着我们陆军部队走的。我们战车开到哪里，它就跟在旁边。那射程大概5公里，很简洁，很轻便哈。这包括到刺针啊、复仇者，大概防空导弹可以区分为这3种类型。那红旗12大概我们可以归类为要域防空，也就是它应该是摆在它首都附近，也就摆在它的总统府附近，来保护它首都的安全。当然，如果说这款导弹摆在这边，虽然说对这个解放军各型的导弹武器来讲的话，对空导弹武器来讲，虽然属于旧款了，但是还是很管用的哈。打 AT3来讲还是很管用。那我们知道这款导弹来讲的话，为什么说它老旧呢？因为它只有一辆卡车上面只带了2枚而已，它带的不多。那你看看现在，包括到红旗9，都是一辆卡车下来变成垂发系统。是各种是垂发系统，就是360度它都可以攻击，另外可以带4枚导弹，就是我的拦截几率就比你要高。所以我认为说这次来讲的话，当然你以这种攻击教练机来讲的话，它如果说是要对上这个可以到4马赫这种导弹，然后转弯机动来讲的话，可以到20G 的过载来讲的话，我跟你讲，他要打你的话，你真的是躲不掉。所以我不认为这架 AT3有真的敢接近这个红旗12的射程范围，应该是没有接近了。所以洪森也就依据这个才能够保住他这个一条命，不然的话，他机可能就会被攻击了。好，这个有关于空战的部分，等一下我们继续请教张延廷张将军来继续帮我们看。刚刚因为这个厉将军特别提到红旗12，它毕竟还是旧款的。那等一下请教张将军怎么看？就是说旧款的这种红旗12在东南亚的空战里面就已经是非常足够了吗？等一下我们再请张将军来带我们看。我们先来看哦，其实这次这场的战场上面，除了实质的战场之外，还有许多的舆论战持续的在发烧当中。这当中包括 YouTube 现在谣言真的是满天飞，有人说这背后的工程是台湾给的这个万箭弹协助泰国才可以击溃柬埔寨的，也有一个说法是说中国大陆跟日本的无人机在泰柬边境这边相互攻击哦。当然，针对这些传言，现在呢都已经被否认了。那现在来看到洪森父子呢，他们并没有感谢在这一次中国大陆跟东协国家帮忙调停而结束这场战争，反而我们看到洪森父子他们是说呢，提名川普来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他把这个功劳全部归于这个川普，被视为是说，这个洪森啊，你到底是不是白眼狼？针对此，杨老师又怎么看？其实到目前为止哦，有3个国家提名川普竞争诺贝尔和平奖。巴基斯坦、柬埔寨、以色列。以色列是内塔尼亚胡亲自到白宫去访问的时候，当着川普面说：“哇，你实在是太伟大的英雄，我要这个提名你竞选诺贝尔和平奖。”那巴基斯坦的事情是在6月份的时候，印巴战争结束之后，巴基斯坦说要提名川普，认为他介入协调。那当然，柬埔寨这边呢，也就是洪恩啊，洪森这么说。那他的儿子洪马内现在实际上。柬埔寨的负责人他也秀了脸书，他把这封信在最近呢把它秀出来。在7月24号的时候，柬埔寨跟就泰国发生这个冲突，到了26号傍晚的时候呢，川普就亲自打电话给这2个国家的这个元首，然后你看到再隔2天，7月28号，那双方就同意在马来西亚，也就是东盟东协的主席国的就是雅加达，然后呢，这个不是雅加达，吉隆坡，进行会谈，那双方就开始停火了。停火了一阵子之后呢，双方的副外交部长呢，就到了中国大陆和大陆的外交部的副部长再进行进一步的协商。那这2天呢，他们又在东协的这个协调之下呢，要把这个停火再延长。所以这整个过程美国是有角色，
虽然其实也许就这么一通电话，但是这通电话是扮演一定的功能。可是为什么柬埔寨要这么做？我想那个时候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川普正在决定他对这些国家的关税，那对柬埔寨实际上是蛮高的应该有36%，结果现在降到大概只有20%、25%，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刚好一个时间点，他们透过这样子的表现来去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这个是从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角度而言。可是我也观察到很有趣的现象，除了以色列之外巴基斯坦跟柬埔寨不是跟中国大陆是最 much 的吗？对，尤其是巴铁。那在中南半岛里面，柬埔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云朗基地也是非常的密切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当这两个国家决定要去提名川普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难道他们不知道中美之间是处于一个竞争的关系吗？所以我觉得他们当然知道。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当然也了解到，现在中美也在日内瓦跟伦敦的会谈当中有在降温的趋势。所以呢，是不是也许因此刚好又发生这个冲突事件和印度和泰国，因此就等于是捧了一下川普，既可以降税，也可以让中美之间的这个降温，让川普高兴。但这个需要怎么样的智慧能够看到这个东西？那有没有一点赌注？因为他们跟中国关系这么密切，对，所以我也合理的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协调？刚好也是不知道是来自于中国，还是说他们自己本身觉得说这样子的，就是提名对于川普真的是有帮助，要让他高兴，而对于中美之间未来的这个就是关税讨论也好，各方面讨论，总是也许有一点润滑剂的效用我觉得这种外交的艺术在这里面就展现出来。好，所以柬埔寨这次提名了川普，到底原因是什么？压力来自于哪里？这个事情我们要持续的做观察。不过我们也来挖深说，那当初泰柬到底为什么打起来？现在有2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因为地缘政治嘛，就是当初我们谈的这个博威下寺的这个议题。到底是属于谁的？那再来第2个议题就是跟商业利益有关了，因为泰柬互相都有这个在赌场跟诈骗园区的利益纠葛现在泰国在推的就是赌场要合法化，那直接威胁到柬埔寨达到6000多亿美元的博彩利益，都是洪森家族可能会因此失去的这一些发财的机会。那原因是这个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请教张将军。第2个就是来聊聊，霹雳12真的是守住这一次洪森父子保命的原因吗？你又怎么看？那我们来看，刚才我们在补充红旗12。那我们现在来看，就是我认为这个是原因原因就是因为边界领土主权的纷争、寺庙的问题，这个已经行之100年了。那现在零星冲突不断，那这个就是这个整个就是一个原因，就是一个边界。那刚才讲到的电诈也好，或者是赌场的这个利益也好，这只是导火线。我们找个理由吧，那是导火线而已。真正原因就是这个主权的争端，然后就爆发了。所以我认为这100年来这个柬埔寨跟泰国之间的这方面的小的冲突不断，以后会不会有？以后也是继续冲突下去，只是隔个10年、8年、20年，还是要冲突一下。真正要能够没有这个冲突，我认为要3个因素同时存在就不会有冲突了，边境冲突。因为柬埔寨跟泰国的边境总共是817公里，那就那一段会有冲突，其他地方不冲突，其他地方非常的清楚，楚河汉界，壁垒分明，大家很清楚。但是就那一段那3个寺庙，那这是没有办法。那有3个因素可以避免冲哪3个？第一个要划缓冲区。你像南韩北岸划成各2公里，各特推2公里，这个地方是缓冲区地带，大家不要去抢。这个地方是非军事区，只能拿棍棒，不能拿的。你要巡逻的时候只能拿棍棒，你不能拿刀，不能拿枪。拿棍棒，那你怎么你互殴而已啊？那只能这个样。那这样的整个边境冲突就会降低了。你拿棍就划缓冲区。第2个要东协国家，中共叫做东盟国家成立监察员，这监察进驻在那个地方，谁冲突看看，我这2边都来看，有监察员在，谁敢冲突，谁先违反，就谁需要接受这些制裁。很清楚，谁来做裁判？监察员监察员要超然的。东协4个国家，你如果要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加10+3更多了，大家来判。就做几个哨所，谁有没有谁违反冲突，立刻实施制裁，很清楚。监察员。第3个，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的国际维和组织部队进入，你就不要多，
你派一个营就可以了。你说还是一个营多，派一个连。就是在边界线，我就国谁？你们先打到我联合国维和部队哦，这边是柬埔寨，这边是泰国，我看你们两个谁开枪哦？你敢不敢打联合国部队？那其他马上加码，所以联合国部队进驻也是方法之一。所以呢，这3个同时存在，泰缅边境的这方面冲突就会销声匿迹。那我们现在看讲红旗12，红旗12它是属于要点防空跟要地防空，因为它最远只能打到42公里。但是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基地可以到了20个基，越大的飞弹呢，抗击能力越差，小的响尾蛇飞弹可以打到50个 G，它都还可以转弯。那它这个红旗12只能到了20也很强，因为飞机大概只能到7到9个 G 都不得了了，飞弹可以到20个 G 是超越的。那这个红旗12，它本来从部署在金边，并没有部署在泰缅边境，结果柬埔寨把它往那么边境去移动去，如果机动布防往前进部署。那泰国这方面就会有所忌惮，因为这个红旗12虽然是老批的要点防空的地对空飞弹，但是毕竟进驻了。那如果是泰国的战机如果进来，速度不够大，抗干扰这个电战能力不够强，会被干掉哦。泰国有所忌惮了。这样的话，柬埔寨的地面部队的安全就会有所保障。所以这个包含泰国的49战机，还有它的F-16，它就后面采取会。保守的军事行动。泰缅边境的这一场战争，本来以为说已经逐渐平静下来，因为大家有做和谈嘛，结果最近又开始引爆了另外一波的攻击哦。我们看到是泰国方面出动了 F-16狂轰，再加上它的战象。一起出动，再来就是看到美国的尼米兹号，这时候也掉头往泰国的方向走。东南亚军备竞赛是不是要正式的引爆？今天我们会就泰检的军事武力跟战力的部分来做一次大解析跟比较。先来关心到的是这几天哦，泰国干脆不演了。我们看到包括从海上、陆上跟空中，它是出动了3军来全面的出击哦。战火现在烧到了哪里？就是数十年来他们都在争夺的这个地方，古庙叫做博威夏古庙，短短几天酿成了32人死亡哦，近100人受伤。整个东南亚国家甚至世界都在观望泰柬边境的这一场战火。这一次我们从海陆空来做解析，先来看到空中，泰国出动了它的 F-16和19战机之外，强夺了一个山区，距离刚刚提到的古庙只有3公里，并且还是今天要来特别关注的这款武器，是泰国首次从南韩拿到的，首次用在实战上面的 KGGB 精准滑翔炸弹。画面上您看到的这一个就是这个 KGGB 的武器，它把传统的炸弹1秒升级成了一个 GPS 拥有这样子能力的一个杀器，射程103公里。重点来了，它的成本很低，但是精度很高。这一次被泰国做使用，也引发了许多国家特别关注到这一款武器。再来，我们看到路上，泰国手上握有的现代战车超过60辆是来自于大陆的 VT4现代战车，还有数百辆美制的 M6，还有乌克兰的 T84火力全开，并且这一次画面上我们持续看到，这是一个大象哦，那大象上面呢，它还穿上了军装，并且给它配备了步枪哦，象征意义十足。反观柬埔寨，我们看到它只出动了200辆。是它老旧的中国跟苏联制的战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陆战上面、空战上面，几乎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海上，泰国则是出动了它的8艘军舰来步步进逼。柬埔寨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战力，它是发射了非常多枚的火箭炮，这当中包括有来自 RM70火箭炮、中国96式榴弹、T55坦克跟它的装甲车等等，甚至呢还有一张照片是女飞官准备起飞的影片，被泰国的网友嘲笑说：“你们连战机都没有，演什么演啊？为什么让一个女生在上面来做试飞？”那这个是来自于泰国的智库，针对了目前2国的军力排名做了一个比较，泰国现在位居14名，柬埔寨则是在23名，差距非常的大。我们今天先来关心到的是2款比较新的 KGGB 滑翔炸弹，那还有象征性意义的这个叫做战象来压境。
东南亚的军备竞赛，还有泰国的实力，请孝伟哥来带我们看。好，其实啊，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所谓的 KGGB 这样的滑翔炸弹，它其实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所谓的炸弹的这样一个改装套件。其实像大家还记得吧？前一阵子那时候炸的乌克兰部队啊，乱七八糟的。其实那个俄罗斯也同样引进了这一类的这种所谓的炸弹改装套件。它其实为什么？因为我们传统的这种炸弹铁壳炸弹，如果或是传统的这种 J 弹炸弹，就是GPS 定位炸弹，你战机飞过去之后，大概就要离那个目标区，对不对？大概差不多不到10公里的地方丢下去，它会以一个抛物线的方式掉下去，然后那 GPS 你这种有导引的，它可以做一个修正，然后在修正的过程中精准的击中目标。但是如果说今天你到这个10公里之内丢炸弹，你那时候没有掌握完整空优或是绝对空优的时候，敌人绝对会这个好好的款待你啊，对不对？绝对不会铺个红地毯说欢迎来炸。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个炸弹上面装了小翅膀的一个盐城小套件。为什么呢？因为你炸弹载在飞机上。飞机会给它一个速度，对不对？只要它离了架之后，离了飞机的这个挂架，然后下去，这2个小翅膀弹开，那这个时候炸弹本身就可以从这2个小翅膀获得升力哦。也就是说，这个炸弹不仅仅只是一个小石头被丢出去，而是一个绑了一对小翅膀的这个小石头，而且这个小石头可以滑翔很远。像比如说以这个 KGGB 这个套件来讲，韩国做这个套件就号称你这个那个炸弹挂在那个绑在底下，可以让它多滑至少47甚至到100公里左右。这就很远，47到100公里什么概念？其实那根本已经是一个中距离的防空飞弹的这样一个防卫范围。也就是说，我今天我飞机距离100公里远，然后我可能高度在4万尺，我已经看到目标，然后就把这个炸弹丢下去之后，它慢慢飞，慢慢飘到你头上，然后掉下去炸到你。这时候你可能对它的飞机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就是这一类滑翔炸弹它之所以设计出来，然后所使用的一个原因。其实这个东西还不是这次卖给这个滑翔炸弹套件给泰国的韩国人想出来的。我们刚刚前面讲，俄罗斯人也玩过。最早其实是美国人想出来的。美国人想出来之外，其实我跟你说，我2004年在珠海航空展就看到中国大陆就有一大堆这种类似的这样的产品。也就是说，今天如果真的打起仗来的话，中国大陆的战机也同样会配备这种滑翔炸弹。为什么？它就是要让你的飞机能够在你的防卫区防区之外，就丢这个炸弹滑翔进来，然后滑着就打到你的这个重要目标头上。所以其实像这个东西，它代表就是说泰国它整个空军的建军概念其实是完全所谓的现代化。因为其实在整个东南亚来讲，泰国军队的这个建军，它其实它在整个过去到现在的冷战这样的历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位置。2战的时候，泰国是轴心国哟。也就是它是跟日本跟德国是站在一线的，但是为什么打了败仗，它也没有像其他的这些轴心国一样，可能国王又被抓去虚位化干嘛一大堆的，就是因为它在东南亚地区一个独立的状况。你看它的这个位置刚好在整个东南亚是居中的位置，也就是说谁能够跟泰国交好，谁就能够控制东南亚。所以你在2战之后冷战期间，美国其实花了非常大的力气跟泰国做好关系。同样的，中国大陆也是跟泰国做非常好的关系。那再加上他这次你可以看到柬埔寨他过去在共产革命以后，对不对？其实相当程度的，由于他波布政权一个统部统治，他其实是惹恼了整个东南亚，甚至于连中国大陆都对他非常不爽。所以你看他现有的这个武器装备来说，跟泰国差距这么大，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这次仗打下去柬埔寨我认为他很难讨到便宜。好，所以我们特别关心到泰国现在有这种现代化的空军，再加上它的优势刚刚孝伟哥帮我们特别提到它在战略地理位置的优势，当然了，现在美国也因此介入在这当中了，包括了我们也要关注在军事上面，它出动了它的尼米兹号来介入，那这场冲突接下来会怎么样子的演进？还有泰国的战力，也请华刚哥来帮我们做分析。OK， 好。那泰国像刚刚孝伟讲的，它是接受了西方的整个一个样的这个传承，就是说他的建军思想都是跟着美国来走的，所以说他从很久以前根本就是在越战时代，泰国就接收了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一流的坦克，像 M60，也就是现在我们的主力。泰国人比我们中华民国早，很多人不了解，还早。泰王是空军飞行员，对，他开 F51的，没错。泰王是开 F51的，所以像这样就是说，其实泰国它西化的很早。那老实讲一句，他接受西方的观念也很早，所以他对于整个战略跟战术，其实老实讲还是走在时代前端，只是说他没有受到什么外侮。那这次跟柬埔寨发生了这样的战争，等于是说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那我们来看他的，你说他的空军。
他的空军不仅仅是碾压柬埔寨，因为他可能在中南半岛上他是最强的，他甚至可以强过越南啊，因为越南到现在也是说句实在话，为了经济，其实他不太能够花太多钱在这个战略物资上面，所以就是出现了这个可爱的影片说。柬埔寨竟然用了女飞行员来当做他们宣传的一个短片，然后网友们都在笑说：你们连战斗机都没有何苦要派一个女飞行员来做这种宣传短片呢？这是事实。为什么？因为柬埔寨从来这个就是我们从赤柬的波布政权一直到现在的洪马森。就是洪森洪马尼，对，洪森政权到现在，他儿子，坦白讲一句，他们整个就是说柬埔寨都不曾花心思在什么，在真正的建军跟民生上面，那是一个贪污非常严重的国家，这整个国家都完全不是在正常的路径上面走，所以你怎么可能能够建制正规的军队？你虽然号称好，我空军。赢不了你，我海军赢不了你，我只有陆军可以跟你比，你连陆军都不够看，为什么？因为你的坦克还停留在 T55的年代。T55是什么坦克车呢？是中国把它改进成为 T59坦克，那个已经是在30年甚至40年以前的产物，它仍然停留在那个阶段而没有进步。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中国反而还在交给了泰国 VT4坦克。VT4坦克坦白讲一句，就是一个完全先进的坦克车了。所以泰国不但有 M60，还有 VT4。在这种情况下，在陆战上面，柬埔寨你完全不是泰国的对手，而且你从来以前就已经不是越南的对手了，所以根本打不过。我认为这场战争可能在72小时之内又会停火，能不能结束，这我不能够下定论，但一定会停火，因为柬埔寨根本打不下去。好，柬埔寨打不下去哦，不管是海陆空，我们都可以从这场战争中，看出它的各种的弱点哦。不过就在此刻，我们也要来关心，那越南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动作了，原因是什么呢？是要挺柬埔寨还是翻脸？因为最近被拍到有越南的装甲车大军出现在越柬的边境哦，而且是非常非常多台的。那大家就在回顾说，当时啊，在过去越南曾经扶植过洪森政权，但是他后来洪森一直不断的跟越南唱反调，那所以越南今天做的这些动作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另外我们也关心刚刚提到的嘛，尼米兹号美国经过了演习之后临时掉头，现在又到了泰国去，接下来这个战火会不会失控？那越南它的态度又是什么？宽哥又怎么看？简单的来说一下柬埔寨这个地方哦，洪森它有个中文名字叫云森，它的本名叫云森，天上的云，身上的那个森。其实整个中南半岛过去都是中国的一个领土了，老时代。那现在这一波中南半岛大混战非常重要一点是，柬埔寨这个国家要不要把一口气把它捡起来？柬埔寨现在洪森执政了39年，国家没有太大的进步。他们现在未来的接班，他的大儿子叫洪马尼，目前是国家总理。二儿子叫洪马洪，目前是国家第一总理兼警察总局的局长。小女儿叫洪玛丽，洪玛丽是目前国家电视台的董事长，但这个洪玛丽的老公不得了。目前柬埔寨有2个加工出口区，柬埔寨哪有加工出口区啊？各位，那个就是诈骗集团啊，就是诈骗集团。好，那这个国家可以神奇成这个样子，他今天敢去拍板泰国，那泰国当然是新仇旧恨一起算。为什么呢？贝东丹本来当总理，一句叔叔啊，我们泰国的军阀不拉，他居然把这个录音给弄出来了。弄出来之后，泰国说气呀，多气！你用我的水，你用我的电，你用我的电信，你用的这些东西，你来诈骗我们泰国人，一年还骗了我们泰国6000亿泰铢。这个时候新仇旧恨怎么能够不一起算呢？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关键点。现在很多人都说关键点是在那个庙宇，各位那个庙宇100多年了就躺在那里，庙宇根本不重要，庙宇的旁边各位有稀土啊，这个才是关键的一个重点哦。对，那我们简单的来说，第一个，纯粹从军事的一个观点，柬埔寨根本不是泰国的对手，而且柬埔寨现在还要1打3。为什么1打3呢？辽国说你们的飞弹都打过来呀，我怎么可能不打过去呢？真奇怪哦，他的飞弹怎么打都是打柬埔寨，他就不会掉到泰国去。所以他现在就变1打2了嘛，对不对？越南在这个时间点，越南也气呀。洪森26岁能够当上外交部长，是因为越南人支持他。
洪森到了33岁之后就说不要了，我不当外交部长了，这个地方就归我管了。他当国家第一总理，第一总理，各位一当多久？当39年，当到后面呢，终于传位了，传给谁？传给洪马尼，传给他儿子。泰国越南人气不气？各位当然也气嘛。所以尼米兹号，我认为只是看很简单。美国的态度就是，美国身为老大哥跟国际警察，就是这件事情我在看，但是内政他不会参与。那这件事情后面会怎么走呢？现在重点就是洪家未来在柬埔寨能不能够继续的支持下去，还是说，因为柬埔寨本身不是只有洪家，后面还有很多集团，还有很多其他的诈骗哦，所以这件事情一边走一边看。但简单的说，对我而言，最近全世界的大事，这2个国家在打来打去，小打小闹，重点还是在于利益的分配。泰国对柬埔寨现在实施的是3路海陆空来一起做攻击。先前我们知道这个泰国出动了 F-16，一共是6架。突袭在柬国的6大军事目标之后，这是最新消息哦。26日，泰国打空战，再出动了2架 F-16，并且首次的联手了2架的施救战机，一起来再度的空袭了柬埔寨的基地。空战的部分，刚刚说的是海陆空3线。我们刚刚看完了空战之后，来看到海战，泰国还出动了8艘的军舰，联合陆军一起的来直逼柬埔寨的最新防线，那么可以说是一起大举压阵，直逼柬国防线。现在呢，我们看到柬国的国防部已经高喊，随时都要严阵以待。最后，我们来看到陆军的部分，柬埔寨控诉说，泰国持续的炮击，包括他们的这个平民的一个社区在柬埔寨跟泰国的边境地区哦，那在当地有多处的住宅因此起火。那么泰国现在可以看到，真的是火力全开哦，海陆空3线围剿。但是呢，我们看到泰国军方又回指控说，其实先开火的应该是柬军你们用 BN-21火箭狂轰我们的民宅，甚至还部署了多管火箭系统，而且这一管火箭系统根据了解是一次可以炸到8座足球场的一个面积，射程达到130公里。现在可以看到泰柬的边境8府全面的进入到警戒了。而这次死伤，我们也带观众朋友了解现在死伤最惨重、最高阶的就是柬埔寨的少将，这一位少将他在空袭中战死，也成为开战以来阵亡最高的一个军官了。那么泰军称呢，其实已经自己在歼灭了上百名的柬埔寨的军人，但是柬埔寨方面目前还没有证实。而根据目前的最新统计，现在这一场战争已经造成了泰国方面有死亡人数高达了33人，13万人现在紧急撤离当中。柬埔寨的部分有13人阵亡，那么数万人还在逃命当中，是近年最惨的一次泰柬之间的交火。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看到泰国这一波立体作战，出动的是海陆空的立体打击，是否已经形成了联合作战的一个框架？泰国这一波的攻势怎么去解读，并且在武力的战力上面又是如何？可能擦枪走火，让这一场战争难以控制吗？将军怎么看？我觉得泰国跟柬埔寨这场战争来讲，已经升级为几乎可以说是全面的作战原来已经不单纯只是边界的冲突。如果边界的这种擦枪走火冲突，我们可以将它以武器来讲的话，大概就是小口径的步机枪，最多你用到火箭炮或者是迫击炮等级，已经算是很严重的冲突了。那这次来讲的话，你看空战来讲，这个泰国已经动用两批次，每一批次是6架 F-16战机。那26号不但是 F-16出来，连瑞士的施救战机也出来了那另外来讲，海军来讲动用了8艘战舰，8艘战舰可以说可以将柬埔寨的所有海岸线完全封锁，完全断了柬埔寨对外的海运的联络经济线，几乎可以将它切断。那陆战方面来讲，我们现在看到陆战它是步炮装全部都用上了，有步兵步兵已经这个攻进去来讲的话，已经推进将近300公尺。这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它的炮兵，它动用的炮兵是这个155，是正式制式的这种大口径的火炮，155公里。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1.5口径以下，算是中射程的；155口径以上，算是这个重型的这个火炮。俄乌战争大概目前双方
互轰的都是以这个155口径，所以它这个口径是完全就是这个战争规模的口径的火炮。另外战车也出动了哈，而且往前面推进了将近有300公尺。目前来讲的话，双方在这方面对峙。可是我们看到哈，这个柬埔寨方面来讲的话，事实上是很羸弱的哈，在对抗方面，最早初期来讲的话。他用了所谓这个 BM21，BM21在俄罗斯叫冰雹火箭炮。那个时候他用这个火箭炮，在第一天的时候对泰国攻击，但是我从攻击的效果，我就觉得说这个部队是根本没有训练的部队，因为他打中了我们看什么医院，对不对？平民住宅，还有加油站，完全没有攻击到这个泰国方面重要的军事设施，完全没有打到，所以说是完全没有效果的。那他用 BM21这个轰完以后，这个泰国马上立刻抓到他这个阵地的位置，用这个我刚刚讲的155口径火箭炮就把它全部都把它灭掉了哈。那现在来讲的话，他推出来这个解放军这个提供给他 PHL-3的这款火箭炮，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说是柬埔寨它是摆出来，但是它目前这种它这种火箭炮敢不敢这个正式的射击？我觉得还存有很大的疑问。虽然说号称它总共有12枚的火箭，这个火箭炮非常的强，它的口径到300公里，300公里你看30公分那么大一颗的炮弹，火箭炮弹打上去威力很大，一次打12颗可以覆盖将近8个足球场，而且射程到130公里。但是关键在什么？关键你打什么？你打130公里没错，你要打到泰国的机场。你才能够制止它战机起飞。那泰国这些战机，它不可能摆在130公里之内，它一定是在你的射程之外，它的这个战机的机场的位置一定是在130公里之外。那你如果说发射，我跟你讲，泰国更绕它口实，它立刻，因为它掌握100%的制空权嘛，它立刻可以将你这个 PHL 这个火焰炮立刻将你灭掉。但是对老百姓却是一个很大一个威胁，总共可以威胁8个州。你看它射程130公里，大概以130公里为半径，都是它的射程范围之内。可是如果这边你攻击的是平民老百姓，事实上对战场是毫无意义的。对，当然，现在很明显的，我觉得泰国这次来讲是往死里打了哈。如果说按照这种态势来讲，陆海空联合作战，等于要将柬埔寨往死里打。政治一定是这个军事一定是替政治服务的嘛。那后续来讲，就看政治方面怎么样来处理这一段，包括大国之间的博弈外交啦，美国、中国还有东协10国的介入才有可能平息。平息是一定会平息了，只是在短时间之内，我觉得柬埔寨这次真的是被打痛了，也被打怕了。然后以后我相信柬埔寨这次以后在军事动作上面一定会收敛很多。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其实柬埔寨真的是被压着打哦，这个泰国整个出动了立体作战哦，海陆空全部一起出动了。那他接下来是想要打一个比较快速的收场，还是想要打一场消耗战？委员怎么看？那另外也来看一下这个怎么评估泰国的整体战力。那柬埔寨接下来要怎么反制呢？柬埔寨没办法反制啊，它毫无招架的余地啊。柬埔寨的防空系统根本没有办法应对 F-16跟19战机，完全没有办法。因为它现在只有2款防空这个导弹，第一款是红旗16，第二款是红旗12。这2款呢有个特色啊，就是说都是用半这个主动雷达来做搜索。半主动雷达现在要对抗 F-16是根本就是缘木求鱼啊。那再加上它没有电子作战的能量，所以这种比较老式的这些红旗的防空导弹。当年从大陆买的时候就已经是算是比较旧的东西啊，所以它挡不住这个泰国的空军，那再加上自己没空军啊，所以在空中已经制空权被牢牢的这个泰国给掌握住了哈，所以只能挨打的份。再来海军方面，虽然这个柬埔寨有从中国大陆买到一些什么舰艇啊，但是在这个数量比较多的。泰国的舰艇的这个眼中，他不是对手啊，不是对手。当然了，我也不认为说这个泰国真的要进攻这个金边啦啊，这个柬埔寨的首都啊，下一下可能威吓一下是可能。那在边界的战争啊，这个诚如厉将军讲的，那柬埔寨不晓得干什么哈，这么有兴趣去挑衅啊，这个泰国哈，这个柬埔寨应该认知到。它的东边越南以及
西边泰国实力都比他强，所以这个时候乖乖做人是比较适合的一种方式啊，不要像东方某小岛整天挑衅那个叫不知死活啊。那你现在泰国你说用这些，你根本就不应该开动这个 BM-21火箭炮，那个火箭弹是没有瞄准能力，一打出去乱打一通的即使 PHL-03 多管火箭比较有这个瞄准的能力，但是这个基本上对泰国在130公里内，就是刚才丽安讲，不是130公里里面都是郊区啊、乌汶湖啊，这都是郊区啊，你打那有没有意义嘛？所以这个泰国呢，基本上是要主要目标是要把柬埔寨打乖，不是要把它消灭，消灭费太大力气，而且要花很长的时间。对泰国来讲它的经济啊，尤其观光产业也会有不利的影响。对，所以泰国基本上只是想把它打乖，跟俄乌战争不一样。那个俄罗斯是要把乌克兰打到这个无条件投降啊，但是这里不会有这种情形。那可是对于这个洪家政权是有蛮负面的影响了，就是表示洪家政权开始会动摇，因为他对外没有威信，对内也就会丧失掉一定的权威。何况这一场我们说不客气一点，是洪森惹出来的。本来泰国还有很多柬埔寨的朋友可以帮他讲话，现在搞个老半天，让泰国这个军民一体，上下这个一体，一股气就是非发泄不可。所以我觉得柬埔寨自己在这一场战役里面整个规划方向错了。好，所以我们看到泰国这一次真的是全力进攻要把柬埔寨打乖。那其实我们看到柬埔寨现在自己的洪家政权，或许现在也是面临很多的危机在此刻呢，我们看到的是柬埔寨的总理洪马内，他赶快的出来，他透露了28日即将会在马来西亚这边，他说接下来和泰国的这一位代理总理会来举行和谈，而且特别提到了说中国大陆的代表也会参与在这当中。大陆外交部也说了，大陆会来秉持着这个公允的立场来推动停火的进程。那这一场的战争背后，是不是也看出了泰柬这个领导人私下的恩怨？那我们也要关心的是，洪马内的政权到底可以维持多久？大陆会不会来出手协调，或者是甚至出动军队？杨老师怎么看？这个边境冲突其实是已经长久以来的历史恩怨，加上边境的划界的冲突。最近一次是2011年发生，当时也死了20个人以上，双方。后来，当时印尼那个时候是印尼作为东协的轮值主席，由他出来协调，然后呢，大事化小。那不断的还是有这样一个冲突在这个边境，但大家知道6月18号，当洪森把贝东塔跟他的电话叫他 uncle 泰语的英文 uncle 叫 uncle， 那就把它泄露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动作，因为两个家族关系很好，但是呢一泄露出来，其实就让贝东塔整个在泰国声誉突然一下子受到严重打击，现在失去首相职位，还在调查，但是呢担任文化部长的席次。那但也讽刺到了泰国的军方，泰国的军力在全球排名第25名，柬埔寨是95名，这完全不能比较。那泰国军方得到泰皇的支持，有这么强的军力，结果连边境问题都不能处理，那所以这就使得泰国双重的受到内部的考验，他的军方、塔信的家族、贝东塔的职位。可是洪森为什么这么做？我个人推测，他是为了哄抬他儿子洪马内的政治地位，因为他儿子接班，他儿子就是个少爷，去西点念军校回来没有任何的表现，就是个少爷，这等于是正二代，那现在变成是接班之后呢，内部的情势不稳，我觉得他就是要制造一个边境上的这种紧张跟冲突，来去帮他儿子掌权。不要再继续担任参议院的主席了，这个老爸已经做了40年了，还要帮儿子再继续掌控。我觉得他当初的算盘是这么打，但是呢，这个事情因为引起泰国内部军方跟塔信家族以及泰皇自己本身都很生气人民当然也很民粹，所以你现在看到双方经过这几天战争之后呢，28号的下午他已经要到就是马来西亚不过这一次很重要
中国大陆是透过外交的方式，他跟东协这边鼓励东协的秘书长以及安华出来做主要的协调。虽然川普是有打电话川普是有讲话 ，Rubio 国务卿是有打电话，但是呢，他们的参与只不过是扮演一个协助，就是在这个区域进行对话。那红马内自己讲嘛，安华主办，美国协办，中国参与，啊，所以你就看到，其实过去在上一次中国的角色并不明显哦，这一次的中国角色的直接参与。我想，当然有人会说是跟柬埔寨有关，但是泰国跟中国的关系也是非常好，这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那因此，我觉得在这里面，中国扮演的是比较外交，然后呢，主动的推动和平的进程。美国扮的比较是放话、警告的这个角色。那这个来往之间呢，我觉得差别是蛮大，就看他们之间两位领导人对话是否能够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大事化小的安排了。洪森父子聊火，在太检这边终于是擦枪走火，开始开战了。中国大陆会撑腰吗？接下来的检军又会做什么样子的反应？太检会来全面开战吗？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这一场战事发生在24号，最新消息在太检的边境争议的地区爆发的武装冲突。这一回我们看到泰国直接出动了他的 F-16战机来做空袭，包括了柬埔寨境内的2处的军事的目标。泰国方面特别提到了是打到了柬埔寨的第8、第9的军区总部都已经夷为平地了。柬埔寨方面当然同样是不甘示弱，柬埔寨朝着泰国的贫民区发射了遏制的 BN-21火箭炮哦，双方就这样子攻击起来。柬埔寨的前总理洪森还直接呛瞎说：“我们早就已经准备好全面来开战了，那么战争了，还警告泰国不要太嚣张，你敢越界的话，保证会让你付出最严厉的、最惨痛的代价。”但是喊是这样子喊，我们要来看到泰检之间在军力上面的比较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悬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来自于国际战略研究所做的2025军力平衡报告，这边特别提到了说，在泰国的部分拥有庞大资金充足的军队，另外还提到了泰国的空军是目前东南亚装备最精良而且训练最好的空军之一了。有关于空战的部分，等一下我们会请张将军来帮我们做更多的解析。我们现在来看到泰检在兵力上面的一个比较。首先在军队的人数上面，泰国的军队总兵力58万人，其实已经达到了柬埔寨的3倍了。空军火力方面，现在柬埔寨呢，其实它是没有任何战斗机的，顶多是21架直升机跟运输机而已。来看到泰国目前的战斗机72架，还包括了美制的 F-51、F-16，再加上11架是来自于瑞典的施救。海军呢，现在泰国有一个比较迷你的航母哦，但是已经算是在东南亚称霸了。柬埔寨几乎只有几艘小巡逻舰，更不要说航母了。唯一柬埔寨小胜的地方，就是它拥有600多辆坦克、3000多辆的装甲车，稍微赢泰国一点点而已。国防预算更是差距非常的大。柬埔寨的国防预算在这边达到了7.39亿美元，泰国是它的9倍，达到了68亿美元，更不要说这个越南哦，这个开支早就已经破100亿了，也难怪呢。我们看到这个洪森的底气来自于哪里？是不是中国大陆呢？他这几年跟中国大陆发展非常的关系密切哦，寻求和大陆军方的合作，当然同样让美国非常的侧目。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请教厉将军怎么看洪森父子会开战吗？打得起吗？泰检的兵力相差这么的大，到底能撑多久？在军力上，我们请将军来特别帮我们做比较。我觉得不是洪森父子要不要开战，是贝东塔要开战。这是很明显的。从整个过程之中，贝东塔因为洪森在这个不讲诚信，电话门事件，然后造成他必须被迫辞去总理的职务。那他现在是文化部长，他现在很明显的，我认为贝东塔将整个国家的这种士气，这个民族的意识跟他个人的前途，我觉得将他捆绑在一起。那现在的总理可以说已经是他的这种是他的心腹的人选了，然后当然他也收买了军方，所以我觉得这次贝东塔是有备而来的，已经完全做好所有作战准备，所以他才
才开始这场战争才开始开打。但是反观柬埔寨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是被迫应战哈。从几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来讲，我们从战斗的过程反推回来看，你看昨天一开始的时候，当然这个柬埔寨来讲的话，这个是用这个所谓的冰雹火箭哈，就是 BM-21的那款火箭炮去攻击反击这个泰国军方，但是他没有打到任何军事目标，他是打到加油站哈，甚至于打到一些这个平民的住宅区，并没有对军事目标构成任何威胁。那可见呢，他是乱打，就是他没有目标，他就随便发射出去了，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反观哈，这个泰国来讲的话，它空军它一下子就起飞了，在第一时间，它马上就起飞了6架的 F-16战机。这6架 F-16战机都已经挂好弹加满油，可见这6架战机已经在跑道头那边已经待命了，已经准备开战了哈，所以才可以在第一时间这个10点51分，这个双方发生争议冲突的时候，51分就起飞，58分就攻击。另外你会发现它攻击的非常精准，它打的是什么呢？这 F-16战机攻击的是这个柬埔寨的第8营跟第9营这2个营的指挥部，可见呢，泰国军方早就掌握到这2个指挥部确实所在的位置，它才可以这么精准的攻击。起飞之后8分就攻击到。那今天来讲的话，今天早上双方还在战斗哦。今天早上双方还在，那今天早上泰国是用什么武器呢？泰国用的就不是战机了，它是用155口径的火炮。那它轰击的什么地方？就轰击它这个 BM-21的火箭炮的阵地，它打这个地方，可见它对这个阵地也掌握到。用155火炮打的话，就完全就是在我们陆军讲，就完全是军事行动，你必须要很精准的知道说是这个火箭炮确定的这种方位跟角度，那你这些火炮哈必须这个方位角度也要测量好、测定好，你才可以这个装药要装几发装药才可以装出去。可见呢，从不管是今天早上这个用155火炮是，或者是昨天早上用战机，我们看到泰国这次的攻击行动都非常的精准，可见他都已经做好这个作战准备。反观柬埔寨，我觉得他是被迫应战，到现在他没有打到任何一个泰国军方的设施，反而打到都是民间的设施。那我认为这是贝东塔很明显的哈，这是他就是在正途上面他反败为胜的一个契机。如果这次他可以对柬埔寨狠狠的教训一下来讲的话，我相信有助于他改善他跟军方的关系。上次电话门事件不就是因为他讲了一句话，说是我们那个将军在那边耍帅，然后造成军方心里头的不高兴哦。泰国这个贝东塔他们家族经常每次被政变都是被军方政变，那贝东塔他想说利用这次机会是不是可以改善建立他跟军方良好关系，鼓励军方的士气。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与其说是洪森父子要打，还不是说是贝东塔这个主动发起这场的这种攻势行动，找一个理由我就跟你这个开战，然后将来我个人的政治前途就可以跟国家的兴亡绑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最厉害的一招。这场战争短时间之内，我认为不至于会结束，当然也不至于扩大了。可是贝东塔一定要达到他目的之后，可能这场战役才有可能会走上谈判桌，才有可能走上和解之路。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开战，泰国可以说是几乎是精准打击。不管是昨天这个开战一开始直接出动了美制的 F-16，或者是在今天的这个火炮等等我们看到泰国都做了一个非常万全的准备跟打击。那么接下来这个柬埔寨又会如何来应对？等于他是被迫打仗，那他接下来会怎么样应对？他会寻求中国大陆的帮忙吗？那大陆又会帮他们吗？那也请将军帮我们就空军战力的部分也做泰柬之间的一个比较。对，我们知道由这个政客来看呢，他往往需要借由外部的冲突来增加内部的这个凝聚力，来扩大矛盾跟邻边的这个矛盾力，然后他可以坐收政治上的渔翁之利。韩森，我们知道他已经在这个柬埔寨总共执政了39年。你从1984年开始，你看多久了？他父子，他72岁啊，他现在72岁。你看他这个掌控了柬埔寨的政权那么久，你是不是要制造一些矛盾，然后增加这个巩固他权力上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实权在握，就实权在握。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你从俄乌战争也看得出这方面的因子，你从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冲突也看出这方面的因子。同样，他也要想如法炮制，跟泰国这方面有些紧张，有些小冲突。因为泰国跟柬埔寨100多年了，为这2个庙也100多年的冲突了嘛。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时机来个小冲突来看，对他政客来看是有利的。那我们来看，那现在那最有利、最获利的是谁？大家有没有想一想？不是泰国，也不柬埔寨，是中国大陆。哎，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大量投资在柬埔寨，他会不会关切？当然关切嘛，关切柬埔寨嘛。他对中国大陆对泰国也有投资，但是问题是他在柬埔寨压的比重比较重。你看这一次以色列跟伊朗冲突哦，伊朗马上派国防部长到中国大陆去下订单了。那这是柬埔寨的经费开始要提升了。那要几个提升？要买3个东西。第一个要买对空搜索雷达，因为它的空防非常薄弱。第二个要买地对空导弹，因为它没有空军，那要靠地对空导弹。第3个要开始买教练机了。那开始，因为柬埔寨没有空军，就几架直升机而已。那这个战斗直升机没有用，没有空权的状况之下，这些武装直升机没有用，没有任何一架战斗机，就武装直升机，这是柬埔寨的短板。泰国有空军，有 F-51，有 F-16，有施救战机，一个中队，它虽然只有11架，但是一个中队的施救战，这就很对柬埔寨来讲，这个是很大的这个空防威胁了。对，那柬埔寨就看到这个泰国，所以泰国聪明在哪里？他用空权就拿 F-16来炸柬埔寨的这个军事设施。柬埔寨没有招架之力，他连雷达都没有，他能干嘛？所以就挨炸的份。所以中国大陆将来要收这些清单了，中国大陆影响力更大。第二个，这个外交的输成，柬埔寨会向中国大陆求救，那中国大陆会帮忙，中国大陆会帮忙，会怎么帮忙呢？跟柬埔寨来个军演。你要知道，他那个中国大陆帮柬埔寨还盖了一个港。云朗是吧？对，海军基地盖了一个港，那我在海上军演嘛，就这样子，我演习就可以了，我也不要对泰国怎么样，那就不一样了，帮柬埔寨加上一些底气了。我要到柬埔寨去，这个军舰要过去加个油、加个水，那就不一样了，它这个意义就出来了。所以中国大陆是最大的赢家，中国大陆绝对不会让柬埔寨跟这个泰国2个开大战，不可能，因为中国大陆在那边当家，你们2个不要在那边弄起来，你弄事的话，我要出手，怎么可以在这边？是，大家就会听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将来还有在这个最后一个，我认为是经济，因为现在经贸战柬埔寨是重要的中国大陆的转口贸易的地方。我们不要讲洗产地，是中国大陆这样，就是有柬埔寨也是其中之一。那这样的话，柬埔寨在这个经贸的角色也扮了一个小角色，对中国大陆是有贡献的。那中国大陆不管在军备上、在外交上，还有在这个经济上，都会跟柬埔寨这方面获取更大的利益。好，所以我们看到借由这场战争现在看起来最大得利者变成中国大陆柬埔寨接下来会持续的跟大陆购买更多在空中战力空中武器来补足自己在空中的不足、空防的不足。那另外一方面，到底说这一场战争是为什么打起来？其实现在原因有非常的多，除了刚刚将军也帮我们分析到有各自要稳固在政治上面的势力，不管是泰国或柬埔寨之外，我们也来看到还有其他的原因，包括在今年5月份，其实当时才爆发这个翡翠三角主权的争议之外，泰国还指控柬埔寨偷偷埋了地雷害他们自己的士兵因此而断肢。另外就是有专家指出说，双方爆发这个冲突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洪森柬埔寨的洪森家族跟泰国的塔克辛家族这2个家族其实过去关系非常的好，但是后来又因为这个赌场还有电信诈骗这背后牵扯到的利益问题，所以现在撕破脸了，才会造成这一场冲突。针对这一些的揣测，杨老师又是怎么解读？我觉得目前那个还真的比较是揣测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找理由，其实理由都摆在眼前，很清楚历史上超过100多年来，其实针对这个领土的这个争议尤其边境的划定，这次虽然发生不是在那个1962年国际法院判定的就是寺庙，那个寺庙真的在山顶上，但是他判定给柬埔寨，可是周边的道路却给泰国，所以寺庙在柬埔寨，道路却在泰国，那双方就一直有争议。那这是一个领土争议，长久以来，那领土争议的背后其实是过去法属
印这个所谓的这个占领地啊殖民地跟暹罗当时的泰国之间的划分。同时，第二个就是你看到这两个国家之间在过去历史上，高棉帝国后来被泰国啊素可泰啊也给征服，所以在从11到15世纪后来这个产生的历史上的恩怨，你就产生就是两边的民族哈那种相互的对待，尤其泰国感觉上比较优越感啊，因为在文明啊、战争啊以及经济上，后来在整个殖民的过程当中，泰国相对的算是东南亚都比较独立的，是这比较远程的。近程的话，其实就是2011年的时候发生的冲突，死了20个人。那到目前为止，这2天，今天又发生了就是冲突，加起来泰国这边死了16人，柬埔寨这边这个数字我们都不知道，他都没有公布。所以进程的话呢，就是从2011年到现在，那5月份的时候，柬埔寨死了1个人，然后呢，就是6月份的时候，当然就是这个电话门的问题。我觉得洪森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这是最关键的。对，洪森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他为了帮助他儿子洪马内稳固他国内的统治跟治理，所以他一方面自己做参议院的主席，二方面弄这样的事情，把这个电话泄露出来。他知道这一定会产生两国的紧张，两国的紧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加强你自己国内的巩固。所以洪马内就已经宣布了，从明年开始，整个柬埔寨实施征兵制，全民的征兵制。所以这就是一种权力巩固，利用对外冲突事件巩固权力。倒过来，贝东塔这边也有同样的这个作为啊，对，一样的需求。家族恩怨比较是在权力巩固，而不再是单纯只是一个赌场的利益。那个对他们而言，你要发动变成国家之间的冲突哈，我觉得这个赌注就太大。但是呢，家族恩怨跟国内权力政治的巩固呢，我觉得是关键。